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小妹。今天跟大家说说30万能干点什么。出来的时候给啊，对，押金条就给他就行了啊。身份证也给他，好的，谢谢啊。在这交多少钱？这是30万，妈哟！这是您这是做手术啊？您做手术？我的天哪！啊，要50万！哎呀天哪！那身份证你还用吗？用啊。病房用没有？看个病太难了。刚刚镜头切过去的那一幕，又是押金条，又是点钞票的，像不像银行柜台？一个大爷做手术，像这样要交30万，而在台湾，如果是用健保，还需要交到30万吗？很多小粉红经常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要呛一下，然后其实我就会想，你觉得台湾非常小，你觉得要高楼林立才是一个发达地区，为什么你心中最强的地方在医疗方面没有办法设定一个上限呢？就有一次我妈妈在北京帮我带娃，然后带孩子去滑冰，结果她滑倒了，把手腕给摔骨折了啊，然后马上去了一个3甲医院，结果这个3甲医院的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啊，切开手腕，然后给骨头做复位再缝上。可是好巧不巧的是，就当天晚上就没有床位了，然后医生说那先给你简单的复位固定一下，明天早晨再来安排手术吧。我晚上就想了想，然后第二天早晨就带我妈去了另一个3甲医院，结果那边的医生说完全不需要手术，你已经复位了，你养一养就好了，绝对就好了。最后我们就真的没有去做手术，就养了几个月，结果真的就完全好了。其实现在的医院它也有营收的压力，它是一个需要盈利的机构。实际上呢，前2天在新闻中有爆出，有一个男子，他54岁的父亲在医院输液以后就去世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安徽啊，当时他父亲因为头晕、低血压，然后就到中医医院去就诊。在下午6点的时候，刚开始他父亲觉得说手有点痛、有点痒，实际上应该是有一些过敏的症状，而且扩散到全身，还伴有强烈的腹痛，并且出现了休克。到最后，他的父亲因为抢救无效去世了。突然在想，我今天是不是应该要把衣服换成黑色？他的父亲注射的就是2008年已经被爆出过好多例的刺五加注射液，注射后出现了过敏反应，已经不只是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事情在08年10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了，没想到在2025年的5月6号它又发生了，一个人20分钟1瓶药命没了。看到这个新闻真的让人直打哆嗦，希望要是荧幕前有带父母去中国的诊所医院看病的话，一定要留意自己父母的身体状况。像这样的刺五加注射液在急诊室里居然开得像个治头晕乏力的万金油。我想要说的是，像这样的药08年已经出现状况了，为什么25年又出现了状况？难道不是在发生惨案的时候就应该引起重视吗？难道没有人来管控，为这些人命负责任吗？这是因为引起过敏反应才去世的。假设他要是没有到医院，可能还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08年到25年，这中间隔了17年啊，也就是说这17年间这个药品都一直在使用。当国家允许不明药物打进血管，在出了人命之后，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害怕吗？这是有爆出来的，那没有爆出来的呢？那些过敏后非常难受又挽救回一条性命的那些人呢？出了事情之后，医生没事，药照卖，患者枉死啊！这多么可怕啊！所以说，比如说很多新出生的孩子，你稍微比如有点黄疸，然后他都会让你去照蓝光，是不是？然后你说你能拒绝吗？这个大部分人是拒绝不了的。但是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案例，就是最后拒绝了医生照蓝光的要求，最后发现完全正确，就不应该去照啊，然后让孩子去遭那个罪，去花那个钱。就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不是被抱走，然后到病房一个人在那儿一边哭一边照蓝光。这个哪边的伤害大都不好说。听到他这么说，我在想啊，其实大家反对的应该不是照蓝光，而是医嘱已经没有什么公信力了，大家更宁愿去相信一些宝妈论坛，对吗？但是呢，更讽刺的就是四川一名成都女子呀不舒服，一大早呢就去医院看医生，被告知呢其他医生没有号，只有专家号，90多块钱。女子觉得呀虽然有点贵，但是能把病看好也行啊，在门口等了半天呢，终于轮到了女子进去。她还没说几句话呢，医生就开了一系列的检查单，女子赶紧
去做，花了不少的钱。报告出来呢，都已经快下午了，女子只好等着医生下午上班再去找她。可下午呢，护士说专家已经下班了。确实，上次呢也是给我爸看病，挂了个专家号，300块，开了检查。下午呢，专家又不上班，检查结果出来呢就找不见人了。特别是跨省去看病的，检查完下午了，那不好意思，下周再来呗。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办法解决一下呢？本来老百姓看病就够难的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钱给了，检查做了，医生走了，剩下自己和报告单，怎么了？拆盲盒吗？一个一个数值去 Google 吗？还是上网问一下人工智能？看个病操碎了心，是不是要先在网上查一下哪一个专家不坑人，不会骨折就把骨头轻易的做手术？是不是要到处去打听这个医生几点下班？还是一进门先问医生你今天几点下班？如果是女医生，然后男患者去问，是不是还要再去问一下，我要再补挂一个回诊嘛？前面这些功课都做好了，结果还是要碰运气，一个不小心就要下周再见了。但是我怎么想了想，还是不要轻易的 Google 呢？也许越 Google 越害怕。在大陆用百度，那也能够理解，有一些医生他们看到的是一些患者跟他说，可是我在百度上面查到怎样怎样，那可不就是让人家得去百度一下吗？医生只值半天的工时，却是收一个完整的挂号费，这是一个时间刺客吗？以前不是有雪糕刺客吗？这是时间刺客吗？今天上午带我老婆去检查，她脖子有点不好受，进到医院，先叫检查，检查费1000多，现在结果没出来，下午出结果。现在啥叫人民医院呢？他都直接喝老百姓的血的医院，人民医院呢，人民的俩人都扣掉，这吸血这医院啊！你现在得了不得了？你说真正的小家小户挣个钱难的不得了，还没拿药的，光做一个检查都花了1000多。脖子扭了，药还没有开，诊断还没有下，但是呢，做检查先实实在在的花了1000多人民币。我就建议把人民医院人民2个字给它抠了。如果你没钱啊，你死在医院门口，他也不会管你的。你看看现在的医院，上医院看病，他再也不是让你先看病，而是让你先花钱。也不管你哪里不舒服，反正一过去就先让你挂号。最让我理解不了的就是呢，你今天过来挂号是普通号，你明天挂号呢，它又变成了专家号。你挂完号之后找医生，医生问了你的情况呢，然后呢又给你开单子让你先去检查。等你检查完了，拿着化验单过来呢，他又到点下班了。还有那个医生啊，我是不想说你啊，你是没有那个医疗设备，你是不会看病了吗？去做个检查比拿药还要贵，你就不能先看看病？没有必要，咱们就不要先做检查，浪费钱。你就不能让老百姓省点钱吗？实际上很多人质疑医生靠设备治病，大陆不像台湾有一个健保制度，有一个上限值，所以大陆人要面临的就是你怕被宰，不敢做检查，医生呢怕误诊，只能不停的让你做检查，你们不相信他，他又怕你告他，最后谁都不说真话，白纸黑字的设备变成了防火墙。本质上不是设备的错，设备不是赚钱机器，而是信任的一部分。总结一句话，医生也怕，患者也怕。南京鼓楼医院院长被砍。4月28号夜间，行凶者携带凶器尾随院长于成功至家中，将他及其妻子砍成重伤。目前这一信息是来自于经济观察报。这不是孤立。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2024年全国共发生伤医事件427起，3级医院占比超过60%。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1起伤医事件，医生成了医疗矛盾的最终承受者。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对费用愤怒，甚至单纯因为绝望，都有可能把刀挥向医生。更可怕的是，这些袭击往往是无差别的，杀不了病魔就杀医生。于是你会看到医院都开始安装安检门了，诊室里开始加装监控了，这医生都要开始学防身术了。但真正的问题是，当医生需要像银行职员一样防抢劫的时候，这个职业还剩下多少尊严？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讲，比生命安全更加早崩溃的是医生的钱包。2024年，医疗反腐加第二季控费双重打击之下，3甲医院医生收入直接腰斩。过去基本工资加上绩效，一个月收2万块钱，现在所有的收益加起来，可能就只剩下了8000块。更残酷的是医保控费，如果一个复杂病例的治疗费用超过医保定额，医生甚至要倒贴300到800块，10个这样的病人就能让1个月白干。过去的钱浪能够靠药企回扣、耗材提成来弥补低工资，但现在呢，医疗反腐以后，灰色收入几乎清零。大家都知道3民医改要推行医生年薪制，听起来很美好，但现实是医生年薪制跟地方的财政息息相关，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结果可想而知。反观2024年，国家健康财政支出还下降了 9.1%， 所以现在的医生是什么处境？钱少了，风险高了，骂声更大了。但是真正让医生崩溃的还不是这些。中国每1000名儿童只有1个半儿科医生，是发达国家的1/3，而人口老龄化更加恐怖。24年65岁以上人口2.2亿，慢性病挤爆医院，预计
10年以后，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5个亿，慢性病住院人数是现在的2.5倍。三甲医院的医生每周工作80个小时是常态，36小时连轴转也不罕见。他们累到什么程度呢？中国门诊误诊率接近30%，不是因为医生的水平差，而是因为人均问诊时间只有3分钟。3分钟你能说什么？患者觉得医生冷漠，医生觉得自己是流水线工人。所有人都说医改要成功，财政要省钱，患者要便宜，药企要利润。当财政、患者、药企都在博弈的时候，医生就会成了唯一的代价。3分钟看诊，30年压榨，排队2小时，进门3分钟，头都不用抬，像在背 rap。不是走到了 VIP 通道，只是医生都快变成机器人了。医生，我心跳快，那去做心电图。你以为医闹，医生的敌人是病人？错了，其实是制度。这些都是单纯的医闹吗？这是整个体系都在负债，最后让医生一个人还。患者要的看得快看得准还要便宜，财政要的控制预算缩减开支， DRG 分组付费一刀切，药企要的市场利润还有话语权。而医生呢，要微笑，要 KPI， 要躲医闹，还要3分钟解决复杂病情。比起问医术，我们应该问一下制度是否人道。医生在台湾是人，是专业人士，在某国却成了算法的奴工，制度的补锅匠。现在我们还能在三甲医院听到伯母你慢慢说，不用急这样的话语吗？看病3分钟挨骂30年，医生没有主角光环啊，这一砍是真的会痛的。老百姓跟医生在互伤，中间夹着那么多人，其实大家都看不到。你以为医生是冷漠无情，其实他根本没有时间做人，看报告、整病历、应对医院的 KPI， 还要想要怎样跟患者说才不会被医闹。最后的时间才是真正看病人的时间，每个人又只剩3分钟，他可能连自己的午餐都没有时间热。现在医生看病已经不靠经验了，靠仪器盖章的合法性。就像你要买一瓶可乐，对方非得让你做一个基因测序，不是因为可乐有毒，是怕你喝完死了告他。在中国看病像打怪，你是患者，医生是 NPC， 制度是最终 BOSS。 在台湾看病像合作解谜，你是玩家，医生是队友，系统是工具，这能一样吗？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